不用这么警惕，抓你的人已经走了，是帕塔和他的朋友帮了你。谢谢你们，我的名字叫银，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你为什么要去贴那些传单？对啊，还特地跑到众灵院烈阳派办公的地方去贴，太冒险了。因为那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朋友飞提，他父亲本来身体就不好，因为反对烈阳派被强制派去矿区工作，不久前去世了。哪怕只多一个人知道也好，只要能让烈阳派明白有人在反抗他们的恶行，我做的事就有意义。莹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特里特拉没能带他及时逃走。那个众灵院听起来是个戒备森严的地方，你是怎么进去的？我平时会兼职送报，所以认识很多报社的人。今天我和负责众灵院的那个人换了班，是借着送报的名义进去的。希望今天的事不会给报社带来麻烦。我只是头脑一热就去做了，太冲动了，对不起。都是因为特里特拉做不到，就算察觉到了危险，也只会缩进壳里。烈阳派只是为了传单的事就全程追捕你吗？也太小题大做了。其实，今天我在众灵院到处贴传单的时候，走进了一间没有上锁的房间，里面有2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是烈阳派高官阿德里安。另一个不像烈阳派的人，我偷听了一小会儿，但没太听懂他们在讲什么。我刚准备走的时候就被发现了，他们派人追了我一路，还污蔑我是洛伦的叛徒。你明明看起来胆子这么小，却很有正义感。我也只是头脑一热就这样做了，现在想来还是很后怕。实在是太可怕了，果然还是应该躲回柜子里。烈阳派的人虽然暂时离开了，但还不能放松警惕。这几天你就暂时躲在这里，别出门吧，等避过风头再说。我知道了。正式介绍一下吧，我是黄昏的老板坎贝尔，帕塔还有其他猎团的小子们都叫我一声老爹。今天的事，黄昏欠你一个人情。你为了我们得罪了烈阳派，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提。烈阳派一直都这么仗势欺人吗？你们刚来洛伦吧？领主达芙涅和上任国王失踪后，摄政王克拉修不发表政见，洛伦的话语权就落到了众灵院手中。众灵院中的议员主要分为2派，烈阳派和西月派。他们现在最大的分歧在于要不要找回失踪于神木林地的领主。多年前保守派的西月派得到多数支持，可近年随着森林的石化加剧，银灰领主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支持消灭他的烈阳派就占到了上风。这件事我倒是有印象，但这一路上遇到的烈阳派全是以势挟权为自己捞好处的家伙，他们真的在为臣民考虑吗？我也不太懂他们谁对谁错，但烈阳派的做派你们也看到了，天天就知道欺负普通臣民。他们这么过分，就没有人提出反抗吗？烈阳派承诺会彻底清除神木林地的威胁，所以即便有些反对的声音，也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威望。以前至少还有卫戍军团保持中立，但现在军团也站到了烈阳派那一边。唉，玫瑰巷的人为什么会被叫做刁民？你是听到了刚才烈阳派对我们说的话吧？那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一群刁民啊。虽然众灵院允许了像我们这样的猎团进城，但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接纳了我们，而是想借我们之手，保证城内外必要物资的流通。像玫瑰巷这样偏僻又地租低廉的地方，自然就成了我们这帮不受待见之人的聚集之地喽。难怪上次进城时，在主干道和皇家学会附近几乎没见过帕塔他们这样的人。黄昏开在这里，也是为猎团和游民们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团结起来，
抵抗那些权贵的迫害。我想向你打听一个地方。老爹，你有听过一个叫西影村的地方吗？西影村，没听过。我倒是知道几个名字相似的。你们没有记错吗？不会记错的。他之前反复提起要回去的，就是这个叫西影村的地方。猎团的活动遍布大陆全境，黄昏又是猎团信息流通的聚集地。要是连坎贝尔老爹都不知道，难道你的故乡在另一片大陆？还有种可能，依据方言或习俗，有些居民对自己的村子有独特的称呼。西影村或许只是当地的叫法，在外界它有另外的名字。也就是说，那个地方其实不被称作西影村吗？那我们岂不是一点头绪也没有啦？不过刚才我仔细回忆和他相遇的经过，又想起一件事来。银发出现在灵脊辖地的神秘送灵者，还有他的人形使灵。老爹，这些特征不是全都能跟传闻中的归还者对上号吗？归还者，皇家学会的确做出过那样的预言。虽然第一次时潮已经结束很久了，但元凶不明，潜藏的危险仍未消除。而当时潮再临，万物归寂，会有一位特殊的送灵者出现，帮助我们抵御灾难，坚守世界最后的希望。对，就是这个。这则预言的指向性相当模糊，既没有给出准确的期限，细节也有待考据。当时有许多类似的说法在洛伦流传，多半只是出于人们的恐惧心理，而不是被验证过的事实和真相。想要以此为凭据推断它的来历，还是太过牵强了。这条路也行不通吗？老爹，你见识多，人脉又广，再想办法帮帮他吧。我会拜托各大猎团的人打听这些事儿的，一旦有相关的线索，就立刻通知你们。只是调查需要多少时间，以及究竟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消息，我也不好保证。我明白了，结果还是没有什么进展。我的实力他还能撑多久？安娜塔的事又该怎么办？你初来乍到，还没找到歇脚的地方吧？不嫌弃的话，可以先暂住在黄昏，就当是个临时据点好了。长途来往的猎兵都常到这里借宿，大家彼此照应，互通有无，也不用觉得谁给谁添了麻烦。谢谢。哦，对了，老爹，我们这里还有封从城下街带给你的信。果然是这样。信上说了些什么呀？你真的认识那个唐？我还以为他是豪克斯的人，原来其实在帮你办事吗？他是个自由猎兵，并不从属于任何组织。不过我们的确有些私交。前段时间我在调查烈阳派滥用私权、操纵伤势的事，其中又牵扯到城下街。我不方便露面去亲自追查，于是托他帮忙搜集证据。怪不得那时候他要放我一马。其实也没什么啦。我先带他回房间去休息啦，回见。忙了一整天，你也累了，就安心住下来，再慢慢理清思绪吧。现在就出发吧。你看，就是他救了。之前说你是烈阳派的马屁精，真是抱歉，下次来我请你喝一杯。他就是那个帮忙赶跑烈阳派的人，果然相貌不凡，年轻有为啊！小心别摔到自己。你别摔到自己。
这里怎么样？房间不大，会不会有点寒酸？你能住得惯吗？对我来说已经太好了，谢谢。要不是有你和坎贝尔在，我就该露宿街头了。说到这里，你还好吗？啊，没能打听到有关故乡的事，你一定很失落吧？抱歉，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还在你面前夸下海口，说什么只要来了黄昏就一定有办法。真没想到，你竟然来自一个连老爹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没事，只是有些迷茫，即使拼命回忆，也想不起更多的事情。已知的信息又太少，可是除了这些，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做些什么了。我明白，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还是找不到方向，只能抓着一根救命稻草拼命挣扎的感觉，真的很辛苦。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才行。你的意思是，你也……是你在典当行里打听的事吗？哦，那个，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是为了找到关于我父母的消息啦。好像的确没听你提起过家人的事。他们都是在洛伦经商的生意人，但不像那些贵族一样自视清高，反而喜欢和平民混在一起，也很热衷探险之类的野外活动。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开城里去四处旅行了。自那以后，我就被托付给老爹，一直在黄昏生活。老爹对我很好，和猎团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时间也很开心。但我还是经常想起父母，想念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日子，想起那栋紫罗兰街上的大房子，我们以前的家。上次我趁着天黑跑回去，在围栏外面偷看，妈妈种的金缕花，从前总是打理得整齐又漂亮。现在苗圃里却全是枯枝败叶。那栋房子不应该是属于你们的吗？已经不是了。自从他们离开，那里就被烈阳派的人找借口查封了。那些人说，除非我能凑齐足够抵押的灵魄，或者过去购置房产的人亲自去讨回，才会把钥匙还回来。可是，你的父母一次都没有再回来过吗？谁知道呢？或许他们也遇上了什么离奇的事吧。原本以为，等我长大一些，变得更独立、更厉害，他们就会回来。可是好多年过去，我还是没有等到。所以，我靠着寻宝、接取委托，努力赚钱，再用这些钱四处打听、收集他们的线索，哪怕是再无关紧要的一点点也好。虽然他说的轻描淡写，但听起来完全像是被父母抛弃了一样。哎，不要用这副表情看着我啦！我早就想好了，我想能再见到他们，想买回曾经属于我们的住所。这就是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愿望。就算只是看不到希望，眼前能做的事很少。可是，离要说不行还早着呢。早晚，迟早有一天，我一定能再拉着他们的手，躺在家里柔软的毛毯上，分享好多好多的冒险故事。对你来说，虽然找回记忆的过程很辛苦，但你也一样，有着绝对不能放弃的理由，不是吗？想知道自己来自何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哪怕是为了你的使灵，为了救下他，也必须打起精神来呀！没错，我们的愿望一定都会实现的。先好好睡一觉，等明天一早，我就陪你上街继续打听消息。要是没有收获，就一起去打工。有了灵魄，才能买到更多情报嘛。我才不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一个没有人听说过的地方。谢谢你，塔塔。感觉和帕塔的关系也近一些了。趁现在，跟他聊安娜塔的事吧。
过几天，大概周末的时候，你有空吗？当然，你有什么事吗？我希望你能陪我去城内最大的学院，就是那个叫皇家学会的地方。皇家学会？这不是那个坏女人宣称自己在的地方吗？你真的相信她能帮你找回记忆吗？不是那样，只是我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什么，所以必须要去阻止。原因我还不能讲，但请你相信我。哦，这么神秘。不想说明白也没事。那等到时间了你来找我，我会为你空出安排的。时间不早了，你先休息吧。再见，帕塔。听帕塔的话，先好好睡一觉吧。Picking rusty little rocks, wanting pockets to be full. You can call it treasure, but I beg to deny. Charging through the crowd, creating quite a scene. You're always out in front, leave the mess to me. Swing wide the heavy arc door, rapidly we dive in. When the laughter is loud and the stories begin. Tankers high on the table, you're waving through the crowd. Supposed to be serving cookie crumbs about your jowl. Get about your seat, it's time to chase your need. This is the only place we can get afraid tonight. Bottoms up, moonlight on the floor, sleeping in the rug, taking away seconds in the minute of harsh morning. Barons dancing into tomorrow. Shake your body and your hair in the golden mirror. Stand up, ready to roll. Still my heart is daydreaming. 难得的休息日，终于可以放松一下。这几天一直被帕塔拉着到处接取委托，打听消息。他可真是精力充沛。不过多亏了他和猎团的大家，虽然还是没能找到新影村的线索，但最近的日子很开心，也算是有了继续生活的方向。说起来，帕塔竟然没在睡懒觉，一大早跑到哪里去了？他还记得我们约好要一起去皇家学会吗？那边好像放了张纸条。这刚起床的懒虫，本团长有大生意要谈，先傻啦，今天就给你放个假吧，好好享受，千万别忘记我的恩情。还有些事要交代给你，写不下了，下张纸条在书架上。就不能用一张大点的纸吗？昨天做的那桩委托还记得吗？尾款还没收呢，等客户上门付款的时候，你就说规矩是当日现结，找他们要延期的利息先敲一笔再说。还有，最重要的提醒，又写不下了，我贴在门上。他这完全是在假借留言的机会玩寻宝游戏吧？严肃通知，重要警告！今天的午餐记得少吃，最好别吃。泽菲鲁斯说晚上要请客，我们一起给他来个钱包大瘦身。我可没忘记咱们的约定哦。等下就在皇家学会的门口见面吧，我会尽快赶过去的。真佩服他，即使人不在场，也有这么多话要说。还好，他倒是还记得要派我去调查的事。等时间差不多就出发吧。